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lost box.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Kevin 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款玩具是 The Last Night Deluxe Class Cogman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包装，在盒子的正面呢，这边有 Cogman 的一个剧照，下面 Cogman 旁边 Transformers Premier Edition。看到后面呢，这是它人形载具的商品图，变形步骤有16个变形步骤，这边还有个头领战士，旁边这边有个推坑图，这边还有一个全身的剧照。那这个盒子呢，就像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玩具的本体，首先我们先从载具形态开始看起。那这款玩具呢，有附带一张说明书，说明书依照惯例讲的是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把它丢到旁边去。这一款电影第5集的 Cogman， 也就是库克曼，它的载具形态是根据 Aston Martin DB11 所设计的。那这个库克曼呢，在电影里面的设定是一个头领战士，但是他在电影之中并没有任何变身的片段。那我个人认为呢，这款玩具的载具形态表现的是不错的，公差算得非常精准，也没有什么过大的缝隙，与实车的还原度呢也是非常的高的。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它的胶感重了一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。首先看到它的车头，车头灯用的是透明部件，保险杆的部分呢有黑色的涂装，引擎盖的部分有一些细节刻画，车窗用的也都是一个透明部件，轮框是有上银漆的。滚动性是没有问题，侧面的机器人隐藏度呢也是相当的不错，车尾也有点缀一些红色还有黑色的涂装。把它翻到底面来看呢，基本上机器人的收纳也是相当不错的。这一块是会成为机器人的胸甲，那这变成车型之后呢，打开来里面也有非常多的细节刻画，看起来呢都是相当不错的。那它的武器呢是可以收纳在车底的，剑柄是会凸出来一点，安装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。在车尾这边呢有一个凸，剑柄的部分呢有2个洞，要扣在上面这个洞，有洞有凸你就把它嘟进去就可以了。那这把剑呢在载具的形态之下也能够完美的收纳，但是呢它的胯下被这个剑一直顶着，感觉好像蛮不舒服的。剑本身的细节刻画看起来是还不错的，剑身有上一个灰色的涂装，剑柄呢则是黑色的塑胶剑。那这把剑呢就是电影预告中一直出现的那把剑在它的载具形态之下，头领战士是可以坐在这个车子里面的。如果你从侧面看，你是可以隐约看到这个头领战士在里面。那这块挡风玻璃呢，它是可以打开来的，只要把它往上一挑就可以了。在里面呢有一个双关节，把它往后移，打开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头领战士在驾驶这台车子。车子的内装呢也有蛮多的细节刻画，像这个方向盘以及中控呢都有刻画出来，看起来是蛮屌的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。车子是有2个座位的，头领战士是可以坐在这边，也可以坐在另外一边。在它的2边呢，都有一个小凸，跟它的脚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。结合起来之后呢，这个头领战士就不会掉下来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头领战士把它拿出来看一下。这个头领战士呢，细节刻画看起来是还不错的，但是呢，胶感看起来有一点重。脸呢，就是背在后面那这张脸呢，细节刻画跟涂装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正点待会人形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在大小比例方面呢，我们拿出电影第3集的 Soundwave 出来比较一下。那2款都是超级跑车，胶感也都偏重。在长度方面来说呢，电影第5集的这款是比较长一点的。那这款库克曼呢，虽然说它的胶感有一点重，但是它整体色泽的表现呢，看起来还是比电影第3集的这一款好一点的。电影第3集这一款呢，胶感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重非常可惜了这一款超级跑车的车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拿出电影第3集的 Sizewide 出来跟它比较一下。那这一款呢，也是我认为胶感非常重的一款库克曼的质感看起来还是比这个 Sizewide 来的好上许多的。长度方面来说呢，2款玩具基本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。在电影第3集 Sizewide 的车型是一个敞篷车，那这款库克曼车顶可以打开，2台玩具呢都有一些内装的细节刻画，摆在一起其实看起来也是还蛮合适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从载具变为人形的一个变形步骤。首先呢，把这个挡风玻璃把它抬起来，利用它里面的双关节呢，把它往后面放。接下来在车子的侧面呢，这边有个卡扣，把它松开来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车头这里有个卡扣，把它松开来。
松开来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车头的两边把它往外拉。在引擎盖的里面呢，有一个滑轴，可以把这整块呢往上的拉起来，把它的引擎盖呢往上拉起来。把这个引擎盖拉起来之后呢，把这一块东西往内收，再把它旋转180度，接着再把这块压回去。那这一块呢就会固定住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处理它的双脚，在这里还有这里呢有2个卡扣，把它松开来，两脚把它分开。这个背包呢就可以把它往上放了，顶到上面去，把它翻过来，脚底板把它翻出来，翻出来之后呢，再把这一块做一个折叠收进去，接着把它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。另外一边也是比照办理，那这个脚底板呢要先翻出来，这一块呢才可以折进去，它的顺序要这样子会比较好变一点。好，那再把它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，那一双脚呢就完成了。胯下这块东西呢，把它盖起来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它的手。首先呢，在这边有一个卡扣，把它松开来。松开来之后呢，把它的拳头翻出来，再把这一块折起来，稍微调整一下，那一只手呢就完成了。另外一边呢也是比照办理。首先呢，把这边的卡扣把它松开来，松开来之后呢，把它的拳头翻180度。旁边的侧板把它收起来，那一双手呢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把这块东西把它翻180度，它会成为它的胸甲。最后就是我们的重头戏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头领战士准备 head on 的一个时刻了。首先呢，把这个头领战士给它做一个一鞠躬，它就变成一颗头了。接下来呢，就可以把它 head on 上去。那我们这一款库克曼的变身过程呢，就这样子大功告成了。在变为人形之后呢，看起来是相当的不错哦，非常的正点，造型与电影里看起来是十分还原的，细节刻画呢也是非常的细腻，全身还有旧画笔图的涂装，背后的背包呢也并不算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。首先看到它的头雕，头雕呢看起来是非常细腻的哦，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刻画，涂装呢也是相当的正脸。整体呢还有上一层旧画的涂装，看起来呢是非常屌的。身体的细节刻画呢也没有在开玩笑哦，像它的身体处呢有非常多齿轮的细节刻画，而且它也有用到这种干刷旧画的处理，让它的细节刻画呢看起来更加的明显。腹部这边呢也有一些金色的涂装。那它的胸口呢在变成车型的时候是要翻180度的。那我们把它的奶罩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哈。把它的奶罩打开来呢，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性骚扰了哈，这样子。那里面呢，细节刻画也是相当的精彩，有非常多这种齿轮的细节刻画，感觉这个机器人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位机器人哦，有着一种古老怀旧的感觉。肩膀以及手部呢，也有些金色的涂装点缀，手呢则是门板手，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是可惜了一点。看到它的下半身呢，细节刻画以及造型看起来也是还不错的。但是这个大腿处呢，并没有做这种干刷旧画的处理，所以呢，看起来比较突兀一点，而且呢，胶感比较重一点。它的2只脚在变成车型的时候是要合并在一起的，那在变成人形的时候呢，2只脚看起来造型是不一样的，一只呢看起来有高跟鞋，另外一只呢则是平底鞋。那可能呢是早上起床太过匆忙哦，出门穿错鞋子了哦。看到人物的后面呢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空洞偷胶，背包也并不算大。那我个人呢，对于它的造型以及细节刻画是感到相当满意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胶感还是稍嫌重了一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性。头跟 Titans Return 的系列都一样，里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左右上下基本上是没有的。肩胛是可以活动的，肩膀里面呢则是一个球形关节，360度是没有问题。手臂平举大概是这个程度，二头肌可以旋转，手肘弯曲大概是90度。拳头是不能旋转的，腰也是没有一个腰转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库克曼他是一个没有腰的男人哦。那我们大家不要笑他哦，因为现在没有腰的人很多。脚也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往前踢、往后、往外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大腿可以旋转，膝盖弯曲呢，它是有2个固定的角度的。第一个角度呢是这个样子，再接下来呢就会到90度。脚底是没有接地的功能，只能够稍微的往上。那这款人物的可动性呢，我个人觉得算是普通吧，基本上不算特别的优秀。它所附带的武器呢，是可以让它握在手上的，那是一个废话，有洞有凸，你就把它嘟进去。拿上这个武器呢，看起来是还 OK 的，但是这个武器呢，如果你把它插到底的话呢，下面这块东西会被顶开来，
所以说呢，这个武器还不能够插到底，它只能够握一半而已。武器在人形之下是没有收纳的位置，但是呢，在它的背后有一些空隙，你是可以把剑呢塞在它的背后，感觉呢也像这个人背着这把剑一样。那这款玩具呢，它的头跟 Titan's Return 的头规格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你是可以把 Titan's Return 的头来跟它做一个互换的。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头给它拔起来。首先呢，我们拿出 Megatron 出来给它装一下我们来给它 Head On 上去。那装上这个头呢，哇，看起来是蛮诡异的看起来有一点怪怪的，好像不太搭那我们给它拔起来丢到旁边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 Galvatron， 我们也把 Galvatron 呢给它 Head On 上去看一下那换上这个 Galvatron 呢，哇，看起来也是怪怪的看起来有一点不搭啦。那这个塑胶的灰色呢，看起来也是有一点色差的那我们呢就把它拔起来，叫它滚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这个 Broadside 也给它 Head On 上去看一下。那 Head On 上去呢，这个色调看起来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，造型来说呢，看起来也是还蛮奇怪的，蛮不搭的那这个东西呢，就把它丢到旁边去，全部都滚开了。还是它原本的这个头呢，是最合适的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其他电影第5集的博派成员跟它比较一下。首先呢是这个大黄蜂，再来呢是这个 Crosshair， 最后呢是我们的大哥，永远的大哥，大哥之中的大哥。把它们全部摆在一起呢，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呢也是相当的不错这一款电影第5集的 Cogman 车型是最新款的 Aston Martin DB11， 表现的呢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不错。人形的细节刻画呢也是相当的精彩。除了说胶感比较重，可动性一般，其他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再加上这款玩具还融入了头领战士的元素，更增加了它的一个可玩性。所以呢，我个人还是蛮推荐这款玩具的。那今天这款 Cogman 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My name is Optimus Prime. We are autonomous robotic organisms from the planet Cybertron.